大家好，我是 Klaus。当我们谈及汉语言文学的发展的时候，我们都听说过唐诗、宋词、元曲。明清呢有小说，中国文学史上的四大名著都是明清时期创作而成的。有一个明显的发展趋势，就是越来越普及，从高雅变得越来越接地气。诗比较拘谨，句式整齐，对仗押韵，词相对于诗来讲就没有那么拘束，所以也称为长短句，对押韵和平仄也更为灵活。元曲呢就更为通俗了，可以在民间传唱。到了明清，小说基本上就接近于白话文了。然后进入了近代时期，以胡适、陈独秀、鲁迅等为代表的学者发起了新文化运动，极大地推广了白话文的普及。一直到现在，中国的语言变成了更为普通的普通话。语言作为历史和文化的载体，而文化的本身过于高雅，就只能供奉于殿堂，被人欣赏。所以文化的普及和大众化是历史的发展趋势，是不可避免的潮流。但是高和雅对应的是低和俗，低代表门槛低，便于文化的传播；俗代表通俗，通俗易懂。高和雅在一起就不会有问题，但低和俗放在一起却变成了低俗。语言文化的普及和大众化是历史趋势，但任何东西都是讲究一个度。语言文化的高雅不可能被无限的降低，早晚会触碰到底。我认为现在就已经触碰到这个极限了。现在的中国人从以前的出口成章发展到现在的出口成脏。中国几千年来的汉语言文化发展到今天，不仅失去了可以作为文学艺术欣赏的一面，甚至是沦为了攻击性武器。中国的语言暴力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的普遍现象，从小学生到所谓的专家学者，都可以把生殖器随便挂在嘴上，甚至像牛装丝等很多带有生殖器的词语已经被日常化，完全成了中性词，甚至是有些偏褒义。这种语言的退化是一种全民范围内的，体现在了整个民族。比如在疫情初期，中国收到来自日本捐赠的物资，上面印刷了日本送来的祝福语，引经据典，有取自日本的古典名句山川异域，风月同天，有取自中国诗经的岂曰无衣，与子同长，还有新创作的诗歌写道：辽河雪融，富山花开，同气连枝，共盼春来。而相比之下，号称拥有5000年文化的中国人却语言贫瘠，一次次重复着喊一个口号：武汉加油，中国加油。这件事引起了中国网络的广泛讨论，很多中国人扪心自问，我们除了喊加油还有什么？其实中国除了喊加油还有很多东西，比如这一些：出门打断腿，还嘴打掉牙；今天到处乱跑，明年坟头长草；今天沾一口野味，明天地府相会；不戴口罩到处走，胜似粪池自由泳。像这些带有诅咒、辱骂的语言暴力，却能堂而皇之的在公共场所宣传，可见现在中国的全民集体性语言文化已经堕落到何种程度。从另一方面来讲，自古以来，中国的语言和行文有官民之别。官文就是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对仗工整，又简练精确；民文就是53克，菜市场砍头，言简意赅，又通知到位。即便说民文没有官文高雅，但是官方总是能代表和反映出汉语言的文明和美感。几千年来，要当皇帝讲究文韬武略，不仅需要武能骑马射箭，而且需要文能吟诗作对。帝王从小就需要经过严格的诗文训练，历史上也出现过很多帝王的文学大家。上流社会也必定代表和引领着礼仪文化的高雅之风。而反观当今的红朝官员，除了经常爆粗口，就是说一些惊人的言论。中国版的 Google、百度百科专门为官员雷语创造了一个词条，比如面对记者采访，某官员反问：我拉屎要不要通知你？又如某环保局长在大会上发言，领导就得骑马坐轿，老百姓想要公平，臭不要脸。当今的中国社会，所谓的贵族却没有一点贵族精神，所谓的上层社会却完全代表不了上层文化。特别是当今圣上号称梁家河法学博士，
当之无愧地领导了中国几千年最低语言水平的官文。小学毕业的水平在语言上得以完美体现。十里山路不换肩，吃饱了没事干，满脸喷粪，掀翻小池塘等等。即便是他公开炫耀自己的总书记书房，但那些书排列整齐，一尘不染，根本就没有被读过的样子。否则他怎么会把藏族经典格萨尔王说成萨格尔王呢？就算官方媒体怎么样为他包装，甚至出书立传赞美他的语言魅力，但这也无法掩饰他真实的本质。直播的演讲频频出包，他多次尝试引经据典掉书袋，结果却错误百出。金科玉律，以史弃之，通商宽衣，善养读成瞻仰，精湛读成精慎。更是在今年纪念韩战的大会上，小学博士再次展示了他学历的欺诈和学识的匮乏，引用了毛泽东的言论：中国人是惹不得的，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。毛泽东很多老土帽的言论非常符合小学生的口味，深得博士翠的喜爱，曾经多次引用。但是事实上，毛泽东虽然读过私塾，上过几年大学，但他多次辍学闹革命，曾因辍学被父亲多次打骂，所以毛的肚子里实际上没有多少墨水。看毛泽东留下来的影像记录就能反映出来，毛的讲话基本上就是一个老农民在讲方言，还不时掺杂着低俗的辱骂。毛泽东曾用狗屎在中共高层会议上批判王明，用娘在庐山会议上批斗彭德怀，而且放屁也是毛泽东的口头禅，并多次在公共场合上说。另外，毛泽东本身就仇恨知识分子，在反右运动中迫害了数百万的知识分子，可见毛泽东对知识和文化的蔑视。一个出口成脏、不尊重文化的人，怎么可能号称大文学家？根据考证，毛泽东文选大部分是中共多位领导人共同完成的，还有最出名的《沁园春雪》，其实是出自他的秘书，号称中共4大笔杆子之首的胡乔木。中国语言文化的彻底堕落就从中共执政开始，从打倒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，还有烧毁古书的破四旧运动，再到文化大革命，一直到今天，中国社会的文革批斗式语言还是随处可见。从文革开始，中国语言的讨论功能不再是用于讲道理，而是进入了谁声音大，谁脏话更难听，谁吵架就会赢。中国语言的堕落也是文明堕落的一种体现，包括文明背后的礼仪、道德和法治等等。当年红卫兵冲入中南海殴打刘少奇，刘少奇拿出一部1954年的宪法说，就算你们不当我是国家主席，我也是个公民，也是个70岁的老人，于理于法你们都应该尊重我。但是最终刘少奇在经历了多次批斗和殴打之后，赤裸半身的惨死在河南开封的监狱。一个文明社会所依赖的文化、伦理和法治这些东西，在本质上都会成为独裁者专制道路上的绊脚石。所以未来的中国在小学生的领导下，中华文明将会一步步的堕落，直至灾难。好了，下面进入更精彩的网友互动环节。上一节目我们解答了门槛最低，人人都能有机会移民海外的庇护。有人恶意传播虚假消息，说在庇护成功以前没有身份，就是黑着，生活非常凄惨。事实上，在美国提交庇护申请之后，如果在180天内还没有得到结果，那么就可以申请工卡。有工卡的人身份和绿卡一样，除了不能投票之外，享有一切公民权利，可以工作、购买保险，拥有社会福利，包括疫情期间发的救济金都是和公民一样。工卡持有人同样收到了$1200的救济。然后我们主要衔接上一期的节目，上一期节目算是插播。习近平上台之后，开始了严厉的反腐运动，那么中国的国际青年指数为什么却不升反降？网友林安特说，打贪写报告，给自己在人民心中刷一波形象与魄力，顺便排除异己，再告诉上来的人，能让你上来也能让你下去。确实是这种自上而下的反腐，而不是自下而上或者由独立司法机构的反腐，的确如此。网友 Q Leon 说，中国没有反贪，只有换贪。网友 Richard So 说，大便还在，苍蝇怎么赶都赶不完。网友老崔说，我党国说了，国际指数都是歧视中国的，全世界都看中国不顺眼，中国就是这么招人膈应。
好了，本次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参与，我是 Klaus，我们下次再见。